欢迎您来到心灵咒语我的频道，我是王丽慧律师，也是王丽慧医师。今天要跟各位谈论的主题是无条件的爱你自己。无条件的爱这个词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但是我们被教育的是呢，无私奉献大爱，爱社会，爱国家，爱人类，就是说呢，要你无条件的爱别人。那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讲的是无条件的爱你自己。我个人最近经历了恶意评论，或说是网络霸凌。那么 cyberbullying 这个词呢，是在1998年的时候才出现的。它跟传统霸凌的差别在于这个 cyberbullying 它有一种枭首示众的感觉，让你觉得你被羞辱，然后呢，让你觉得呢，你被全世界的人类都遗弃，让你觉得你自己不够好，自责，对你施加精神虐待。那么传统霸凌涉及的这个范围有限，虽然它也对你造成了羞辱，但是这个霸凌者本身，他这个恶毒的嘴脸，当他在批评你、公审你的时候呢，他自我的不良形象也落在别人的眼中。可是网络霸凌，因为这个霸凌者不会暴露他自己，他甚至还可以匿名躲在幕后，所以呢，他完全的就免去了那种恶毒嘴脸落入别人眼中，毁损自己形象的这种不利的现象。再加上呢，他因为呢就自己在电脑前面操作，所以呢他也不会直接的去接收到别人感受的这种回馈，或者是别人瞬间变脸脸色很难看的这种回馈，所以呢他就更加的肆无忌惮，没有同理心。然后呢，我们知道网络的这种快速传播，即使你在台湾被恶意 cyberbullying 你在美国，你在非洲，你都可以点击，你都可以观赏，然后又传递的非常的快。就算你已经把这个恶意评论删除了，一样它可以留下永久的数位痕迹。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宇宙当中，确实就会留下那么一个 record， 就是这个记录它是存在的。那我们要说的是呢，面对这个网络霸凌，通常呢心理咨商就会是呢让他去诉说，然后呢慢慢的从其中呢去鉴别哪一些其实重要，哪一些其实不重要，没有像他想的那么 overwhelming 的全世界都遗弃他。在这个陪伴还有听他诉苦的这个过程当中，让他自己慢慢的走出来。但我今天要跟各位提到的是呢，面对这一种伤害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呢，你要爱你自己爱得够。如果你爱你自己爱得够的话呢，你就会非常的强大，没有任何人能够伤害你。那至于我们为什么都是爱自己爱得不够呢？因为我们从小就在追逐被爱，从幼年的时候，父母培育我们、教养我们、爱我们，就可以说是有条件的了。虽然你说呢，怎么会呢？父母对孩子是无条件的爱，但是呢，因为父母本身他有他自己的生存压力，他可能在时间上也非常紧迫，他可能在金钱上也有非常为难的时候，所以呢，他没有办法真的这么多的时间允许你、包容你、陪伴你，他可能就会讲说，你现在乖乖的吃青菜就是用一个比较快的方法来鼓励你。你吃完青菜，我等一下给你一颗糖果，这个是比较快速收效的方法就感觉很快就可以达到这个成果。或者是你现在赶快睡午觉，你睡好之后我就带你去玩，这个也是可以让他赶快睡午觉的一个手段。那借由这样子条件式的制约我们其实就会在被养大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已经都认为呢，被爱是需要有条件，需要有付出的那在学校就更不用讲了，如果你有优异的成绩的话，你就被奖赏、被鼓励，这让你觉得你被爱。那如果呢，你只是呢随心所欲，照着你的天性觉得这个时候想要起来走一走，观察一下别的同学，你在课堂上起来走一走，你就破坏秩序了，你马上就被冠上一个你可能就是过动症这样的一个头衔，你就马上觉得你不被爱了。所以在这个物理世界，这个物质上的一些个成就，会让你呢觉得你被爱。然后呢，天性上面只是顺着你的本性做出来的事情呢，你被惩罚。因此你开始学会的就是去改变自己，扭曲自己，为着呢要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同，或者是呢得到别人的称赞。最重要的目的是被爱，你想要被爱，所以你就开始去调整自己，符合这个社会的期待。你就呢拼了命的要去做很多可以被认可的事情。比如说现在社会上认为呢，这个尖下巴就是美丽，那么你就想要把你的下巴呢把它垫尖一点。比如说呢，这么多人在这里 po IG， 然后呢 po 美照，然后发脸书，希望能够被听见、被看见。为什么大家对于被听见、被看见有这么多的迷恋呢？也是因为你觉得呢，你可以收获别人的注意力，被羡慕、被追逐，就是被爱。其实这个根源呢，大家都是可爱的小孩子被爱的这个需求永远都满足不了，一直不断的要向外寻求，但是向外寻求都不能够真的让你真正的强大。如果有黑粉黑你了，
恶意评论了，网络霸凌了。就算你有400万个粉丝爱你，你也可能呢倒在10万个黑粉的手中，躺在血泊里面，然后一蹶不振，一样觉得你被遗弃了。所以我们不是从外面去获得认可，真正的是从内在去感知你到底需要的是什么，你到底想要什么，你怎么样可以建构你自己，不去迎合别人，讨好别人，配合别人。这时候你需要的就是无条件的爱你自己。无条件的爱事实上就是这个宇宙本源真正的频率，你被宇宙无条件的包容，无条件的支持，无条件的允许跟无条件的爱着。如果你可以调整你自己，调到无条件的爱你自己，你这个我就跟宇宙本源的频率完全吻合，完全合一。如果你能够保持这个我完全的爱自己，无条件的爱自己这样的频率，那么你随时发送出去给世界、给社会、给国家、给人类的，也就会是无条件的爱。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存在跟这个宇宙本源完全合一跟吻合的频率，你连自己都不爱了，你发送出去的也绝对不会是正确的频率。就算你认为你在无条件的爱世界、爱社会、爱人类，都是谎言，因为你的频率本身就没有够到宇宙本源这个无条件的爱的频率，你只是自以为你已经无条件的爱人类、爱社会、爱宇宙。所以呢，学习着以你的高我完全的笼罩你自己，完全的接纳你自己，完全的允许你自己跟包容你自己，相信你自己值得被爱，你的高我完全的爱你，你完全的值得被宇宙爱，被高我爱着，你完全的值得丰盛，你完全的配，你完全的行。你说真的有觉得自己不行吗？如果各位有去看星际义工队啊第3集，这里面的螳螂女就讲了一句，她说 Drax 啊，只有她在我们当中，只有她不恨自己。你看这个 Mantis 这个螳螂女多么的有智慧，她可以了解看穿每个人心里面对自己的自我嫌弃、自我定罪、自我贬义跟自我讨厌。我们试问一下好了，如果今天参加摸彩活动，有多少人觉得自己会摸得到奖？我相信大部分人瞬间的反应都是我从来没有好运，因为你根本不相信你自己配得这种天上飞下来的幸运。这就是你内建的不爱自己，不相信自己。如果呢，我们跟这个宇宙本源的频率没有办法吻合，产生的是什么感觉呢？是疏离 separate， 是孤立，是寂寞。就因为这样内在的这种 separation 这种感觉，才会使我们需要一直不断的向外去追逐被认同、被喜欢、被爱。而且呢，因为这种分离感、孤立感、疏离感，也会使你的内在呢经常的有一种小小的愤怒，因为你觉得你被爱的不够，然后你就可能会呢对别人也产生怀疑，你不相信他真的是好的，然后呢你对他有敌意，你对别人产生阻抗，你对别人甚至产生暴力，甚至产生攻击，所有的一切都来了。追根究底，就是几乎没有人是不活在可爱里面的，一直不断的需要爱。那么请你爱你自己，如果你够爱你自己的话，就没有人能够伤害你。我们来地球呢，都是为了体验，那体验当中我们会体验到负面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眼前，那这个时候呢，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了解原来除了这样的可能性之外，还有这样的可能性。这个时候我可以做出选择，原来我是属于这种属性的，我不喜欢这样的事情。做完这样的属性的选择之后呢，我们就要去转化，我们要想办法从这种被比较、被批评、被讨厌的这种负面里面呢，我们要能够走出来，然后转化、升华，然后能够突破，然后依旧回到我们该有的跟宇宙万有一模一样的频率里面，因为我们就是来自于宇宙，我们原本的频率就是如此之高，如此之光芒，如此之圣洁。那很多人会讲说，无条件的爱自己不就是溺爱吗？盲爱吗？自爱吗？我们应该因自爱而修禅，因为我们应该爱人，不应该自爱。那这个我们可能要澄清一下，无条件的爱自己的时候，这是宇宙本源最高的频率，它没有悲情下品在其中，
所以呢，他不可能有溺爱跟盲爱。不要再用这种宗教的说法来说不可自爱，只能爱人。当你没有办法真正的无条件爱自己的时候，你是不可能真正无条件的爱别人的。你真的很容易在里面就存在着希望别人能够给你同等回馈这样的心态。今天就跟各位介绍到这里，希望各位呢做一个可爱的人，然后都找到你所需要的最丰盛的爱，因为呢它就在你身边，离你并不远，不需要来自于别人，只需要来自你的高我，用无条件的爱完全的包容你自己。那么请你相信你值得。